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唱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手机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，还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扩展，我们在手机中存储的信息变得愈加丰富和敏感。许多人喜欢手机拍摄和保存大量照片，以此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在数字时代，并非所有照片都应该毫无保留地储存在手机中。常言道，照片五不留，留了难顺心。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迷信，但实际上它反映了我们对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深切关注。因此，手机中千万别留这5种照片，切勿心存侥幸。看完后你将明白其中的道理。第一种，户口本照片。有些人习惯将户口本的照片保存在手机中，当需要使用户口本的时候，也可以直接的将照片拿出来进行使用。然而，家庭中通常只有一本户口本，而在这个户口本上记载着所有家庭成员的详细的情况和个人的信息。如果不法分子获取了这些信息，或者黑客入侵了相关系统，可能会导致违法犯罪或诈骗等严重后果，给家庭带来风险。今年有一个朋友，他的户口本照片被盗，结果有人冒用他的身份注册了公司。为了家人的安全，请尽快检查一下手机中是否有这类图片，如果有的话，赶紧删除。第二种，私密照片。很多人容易犯一种错误，却往往没有意识到，比如这张照片属于个人的私密范畴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隐私，拍照方面也不例外。许多人认为手机是自己的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。这种想法虽然没错，但是我们尽量避免在手机上保存私密照片，因为如果手机不慎丢失，可能会落入坏人之手，这样我们的私密照片就有泄露的风险。如果遇到好人可能还好，但如果碰上别有用心的人，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些照片进行敲诈勒索，给我们带来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，这样的后果是得不偿失的。第三种，身份证照片。身份证照片是我们身份的象征，承载着大量个人敏感信息。许多人习惯于将身份证照片拍摄后储存在手机中，以便在需要时快速查找和使用。然而，这种便捷的做法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身份证照片一旦被盗用，便可能成为身份盗窃的第一步。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这些信息注册账户、申请信用卡，甚至办理贷款，从而给受害者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法律麻烦。如果身份证照片中的信息被他人恶意获取，可能会被用于非法用途，例如伪造身份，从事各种违法活动。这不仅会损害个人名誉，还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。第四种，账号密码备忘录类的相册。每个使用手机的人都知道，进行微信支付或注册各类平台时，这些所有的操作都是需要账户密码的。有些平台要求密码复杂度达到5颗星以上才能通过验证。起初，账号和密码
只有1、2个时，勉强还能记住。但随着手机使用频率的增加，绑定的信息也越来越多，账号密码10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，更别指望自己能够记住了。因此，许多人为了避免忘记密码，喜欢将各个平台的账号和密码整理成一个备忘录，并拍下照片保存在手机里面，随时需要时就能查看。这种做法确实非常方便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便利往往潜藏着巨大的风险。如果他人轻易获得了你的手机的锁屏密码或支付密码，就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。可以举个例子，有个男士因为他的手机没有设定锁屏密码，结果支付密码被篡改，损失了将近1万元。为了避免类似情况，他决定使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记住密码，例如使用密码短语，比如我喜欢夏天2025。此外，他还在支付软件中关闭了自动保存密码的功能，以增加安全性。第5种，驾驶证、行驶证。车和隐私都危险，为什么千万别存？这些证件中包含大量的个人敏感信息，例如身份证和驾驶证上都有你的身份证号码以及家庭住址。驾驶证和行驶证上通常会详细记录住址信息、车辆信息，包括车牌号、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。泄露这些信息的风险非常高，人肉搜索、骚扰、家庭住址暴露，这将引发不必要的骚扰，甚至人身安全隐患。个人信息如车辆信息和身份证明等，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，制造伪造的套牌和相关证件，从而进行违法活动。一旦发生意外，责任可能会落在你身上。精准诈骗推销，骗子掌握了你的车和住址，可以设计更精准的骗局，比如冒充车管所、保险公司进行骚扰推销。所以我们应该立即删除手机中的驾驶证、行驶证照片，以及于违章处理、办理保险等需要的时候，可以现场拍照或提供复印件，并在复印件上注明用途，标明再次复印无效。办完事情后，确认不再需要后，就要及时删除手机照片或者销毁复印件。因此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手机上面拍这5种照片，有的话就赶紧删除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